现在电影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要开始 Q&A。我们现在是在叶子打工的那个公司里边，因为他晚上基本上是不会下班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他的一个就是会议室，然后我们找了一个比较干净的地方开始录这个视频。对，其实叶子也不是演员啦，他只是我的朋友，然后对，其实我没有受过就是专业的表演训练，然后我是一位真正的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平时加班比较严重，所以今天不得不在我的公司进行拍摄。就其实我跟牛小雨是多年的好朋友，然后我从小跟他玩的比较好，也经常去牛小雨家里和奶奶一起玩。所以我也把牛小雨的家里当做自己的家一样。所以我对拍摄场景，就是这部电影的拍摄场景来说是比较熟悉的。我今年30岁了，就是为什么这么突然？虽然在影片当中我可能显得年纪比较小，但其实我年纪已经挺大的了，因为我的发际线也开始上移。在影片里显得也不小。好，我们现在就开始Q&A 了。对，然后我们这 Q&A 的流程就是由叶子，然后来念一遍英文的问题，然后我来回答。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第一个问题。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elements and original ideas in the film. Fortune tellers, ginseng fruits, the man in the bear costume, a magical pond. Can you tell us how you put all this together? 我们这一代的小孩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嘛，然后父母工作又比较忙，通常就会把我们放在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家里，然后老人的精力就也有限，他就是没办法陪这么活泼的孩子玩，然后为了安全他们也不会把孩子随便的放出门，所以我们成长的这个童年还是相对比较无聊的，就是只能自己在家自己和自己玩吧。那如果自己和自己玩的话，就必须得开拓自己的想象力，就是让在有限的空间里边，让想象力无限。然后我就会把家里边想象成一个神秘的地方，然后把每天会路过的雨花堂想象成一个可能住满妖怪的池塘。然后奶奶跟我说的传说故事或者看过动画片里边的人物也会成为我这个想象世界里的角色。对，然后这个想象会一直从我小的时候到现在了，所以雨花堂故事里边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都是我的一个童年想象的集合吧。对，是很自然的，他们就在那儿了。第二个问题 ，You studied animation and experimental film. How did this background influence Virgin Blue? 我小的时候很爱看迪士尼动画，然后看日本动画，然后上初中开始又接触到实验动画呀，然后很先锋的实验影像。到上高中开始看库布里克或者北野武，然后直到上了大学，就是北京电影学院。然后上大学的时候会更系统的看很多电影，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就很爱看电视，然后电视里一直放电影，所以我们就算是影迷吧，这一代的小孩。并且我好奇心很重，所以我会一直想看不同的电影，然后不同的表达方式，然后我也一直在换专业，就是因为我会很好奇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来表达吧。所以这些学习的经历和看电影的经历会让我觉得就是给了我一种可能性吧，就是这种探索未知的可能性和拓宽这种表达的边界。对。第三个问题 ，In the dialogue with the grandmother,
There is a constant uncertainty about what year it is.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year 2013? 2013年是我第一次拍短片《雨花堂》的年份，然后短片《雨花堂》就是由叶子，然后奶奶，还有保安啊、女医生，还有狼人，就是当时就已经有这些角色了。然后我之后的短片的人物关系，然后故事背景也是在不断的延续和补充雨花堂的这个想象世界。然后其实 Virgin Blue 的中文片名是不要再见啦雨花堂，然后它直译过来的英文意思是 Never Say Goodbye 雨花 Pond。所以雨花堂是我想象世界的中心。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2013年是雨花堂世界的元年，就是对我整个幻想世界来说，雨花堂都是2013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然后我之后也会持续创作关于雨花堂的影片，然后会有新的人物和新的年份、新的故事出现。下一个问题 ，The way you use light in the film is remarkable. It seems to have a life of its own. How did you develop this idea, and how did you work with the light on set? 这些光影的效果其实也完全来源于我自己的真实体验。就是我的爷爷去世之后，我常常会观察到家里边会有莫名其妙的光，然后莫名其妙的影子，然后一直环绕在我和我奶奶身边，然后我把这些东西就当做是爷爷还没有离开的证据。对，我当时也拍了大量的视频和照片，然后等我的摄影指导进了组之后，我给他展示这些照片和视频，他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很吃惊。我跟他说这就是我爷爷，然后摄影师我们开始拍摄之后，就是为了还原这些真实的光影效果，然后摄影指导前期的工作主要是去帮我寻找这些真实光源的来源。然后我们就发现有些是家里就是阳台上挂着的光盘，然后那些光盘其实是为了驱赶来家里偷吃东西的鸟。然后还有一些别人就是住在小区里其他家里面的窗户，然后还有一些车窗，就是由这些玻璃物品反射阳光，然后洒进我家里，然后形成各种光斑和奇怪的影子。然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也尽量就是还原这些光，就是家里所有的光线基本上都是折射光，然后我们会在室外打很大的灯，然后打在一些镜子或者玻璃上，然后用那些光反射进家里。对，然后之所以这些光会觉得它们有生命，也是因为我就是把这些光和影子当做爷爷来拍的。因为爷爷去世之后，变成光，变成风，变成影子，它无处不在。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就是我们逝去的亲人不会真的离开我们，还会永远陪伴在我们身边。你之前从来没跟我讲过哎，就是家里那个阳台上吊的那个光盘是真的吗？对，那个本来就是那样子，本来就是用来吓唬鸟和对和猫。因为就是我们南方家里面会晒很多咸肉和香肠在阳台上，然后会有鸟来偷吃，然后我们挂那些光碟就是为了驱赶那些鸟。真的呀？我居然都不知道。There is a certain meta level in the film with you including your own voice as well as scenes of a film crew shooting the film. What made you incorporate these elements?其实首先呢，这个电影是由我自己真实的奶奶出演，然后也是由我就是真实身边的朋友来演，就包括叶子就是我的发小，然后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年轻的奶奶，那个怀孕的女医生也是我们的同学，就是一块长大的朋友，然后包括影片当中的保安也是就是
我的朋友。然后还有影片里边的熊孩，就是我们剧组里边的现场剪辑，然后哑巴儿子就是我们的剧照。然后饰演年轻时候的爷爷，也就是我们的外联制片，就是他们本来也都是我的朋友，然后这里边还有一层，其实是我这一层，就是我的梦境，他们是我现实当中生活中的朋友和家人，他们在我的梦中会有新的角色，就是梦中的我可能变成了叶子，然后梦中我的朋友变成了我的奶奶，就是对，就是梦的一个逻辑吧，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在我的梦境中又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对，然后用这种方式给这个电影多加一层梦境，然后它会跟现实有一个对照和关联，我觉得这样比较有趣。The film features several musical scenes. Can you tell us a bit about the songs in them and how you select them? 影片中第一首歌是《星星锁》，是由中国著名的演唱家蒋大为先生在80年代的时候演唱的。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奶奶大概是40岁左右的年纪，还是很浪漫的青年的年纪。然后蒋大为也是他很喜欢的一个歌手，所以这首歌是送给奶奶的，是有关他的青春记忆。然后第二首歌是渔家女，这首歌是30-40年代左右的中国歌曲，是由周璇演唱的。这首歌是我爷爷在小的时候6-7岁的时候听到的歌，是关于爷爷的童年记忆。在爷爷去世前，他也还经常会唱起这首歌，所以第二首歌是送给爷爷的。然后第三首歌是自言自语，这首歌是安慰所有的叶子们和唱给我们这一代经常饱受孤独折磨又不得不面对失去的孩子们的歌。对，是给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歌，用来安慰他们。然后最后一首歌是像大天使一样，是一首日文歌曲，是日本的户川纯演唱。然后这首歌是余华堂这场晚会的最后一场表演，也是最后一首歌，然后相当于余华堂的难忘今宵。难忘今宵就是中国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最后一首歌，就是代表着这一年过去了，然后新的一年要开始了，是一个大团圆的概念。对，我觉得用歌曲来表现，就是妖怪们也有娱乐需求嘛，然后他们也有自己的卡拉 OK， 然后歌曲是妖怪们的抒情，也是安慰剧中人，丰富了这个妖怪们的生活场景吧。对，这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了。这边结束了。对，我们 Q&A 就结束了，我们也下班了。我下班了。对，叶子今天最后一份工作也打完了，但是好，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见到真正面对面的见到那个余华堂的观众，因为我还会继续拍，然后叶子有可能会继续演，看他衰老程度吧，因为对，所以我们就结束了，对，希望很快下次就能再见到，我会迅速的再拍下一部，好，拜拜。